大家好，我是大银。最近呢，我在玩《三国志曹操传》这一款经典的游戏。本身这款游戏呢，距离现在年代有点久远，所以电脑的系统不知道更新多少代去了，导致要运行这种老游戏，它会有非常多的问题跟麻烦。这支影片来分享一些我的设定给大家参考。所以以下的这些设定呢，都是为了预防闪退、画面闪烁，或者是游戏开不起来等相关问题而做的调整设定。先来跟大家介绍游戏在哪里下载。首先在巴哈姆特这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最新版的曹操传。好，要下载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下载这个版本的，因为我自己用下面这两个是完全不能玩的，它会闪退。点这个就好了，然后一样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曹操传，一样解压缩它，密码它也有写在这边，1234566。而且这个里面它还有直接副扳手，你只要内容、相容性以系统管理员执行点下去之后，按套用就可以用了，非常的棒。这一个 EKT5 的图示点下去的话，你就可以执行游戏了。刀兵出现就是重新开始玩，烽烟再起就是读取存档，沙场点兵就是一些设定，南山放马就是把游戏关掉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首先，如果你的游戏本身是可以运行的话，你打开之后，画面的某些部分应该是属于乱码的，比如像这个样子，然后还有像道具的名字都显现不出来，或者是像长这个样子。如果游戏开不起来不行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一步步来调整设定，因为每个人的电脑设置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的人可以执行，有的人开不起来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我们点左下角的开始功能表，然后设定，点左边的时间与语言，然后语言与地区，在上面 Windows 显示语言这边打开，在下面这个非 Unicode 的程式语言，我们把繁体中文改成下面的简体中文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只要你按下去，它就直接帮你做切换了。这样子我们在进入游戏之后，它就会显示简体了。因为游戏本身是用简体下去做更改，所以并不支援繁体。那如果有人知道方法可以改成繁体的话，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。大家目前在看的话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就是稍微影响阅读而已。再来第二点，为了避免闪退，你要下载 DirectX 9.0 的驱动程式，然后这里点击直接下载，之后到你的桌面，点开了之后 Windows 会显示要保护你的电脑，然后你可以点选其他资讯，这里人要执行。那你如果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先右键，然后使用扫描防毒软体把它稍微检查一下，打开你的这个软体，然后点选扫描驱动程式，它就会帮你目前系统的驱动程式做扫描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可以请它帮我们自动更新。像我现在这里是过时的驱动程式0，这个呢都是免费的，所以你在升级的时候，你不要点到右下角的升级专业版，然后安装这个驱动，它不是让你降低版本，是做额外的补充。因为现在的版本可能更新到了11或者是12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会因为这样子，反而现在的新游戏跑不动。再来第三个，我们打开曹操传的资料夹，然后点选 EKT5 这个是你游戏的启动程式，然后我们点右键，然后按内容，点选上面的相容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勾几个设定。首先呢，你在相容模式这边把它调整成 Windows 7，然后以相容模式去执行这个程式，这边要打勾，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记得把它打勾。然后下面的设定停用全萤幕最佳化也打勾。第二个，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执行此程式也把它打勾。之后按套用，然后再按确定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曹操传的图示，它的右下角就会多了一个盾牌的图案，代表着它每次启动呢，都会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去执行这个档案。接下来这个是游戏作者的建议操作，我有试过，如果你没有用的话，也开不起游戏。在这边它会有一个基本的介绍，
然后我们教大家使用。首先，你按住你的 Windows 键，电脑键盘 Ctrl 右边这一颗，然后加上你的按键 R， 它在左下角这里就会有个执行的框框，在里面输入 sysdm.cpl， 然后按确定。这个时候选进阶，在第一个效能这边的设定按下去，在效能选项这个画面选择资料执行防止。大家有看到我里面有一个东西，我这时候把它移除，我新增给大家看，点新增，然后把你的曹操传这个执行的应用程式点击开启，然后把它加到这个里面，记得加完了之后一样按套用，之后按确定，这样才算是完成。我们再检查一次。那这个时候就会确定它在里面，所以最后面这边你记得不要按关掉，要按确定，这样它才会有存到档。好，目前到这边为止，我们应该已经可以正常玩游戏了，因为我也只有改这些。我们这里重复一下刚刚的设定操作：一、非 Unicode 的语言设定这边要改成简体；第二，下载驱动程式 9.0 的版本，把它补充一些设定；第三个，点击图示右键内容，然后相容性的3个设定，记得都要调整做打勾。第四个，到效能的选项里面，把曹操传新增到资料执行防止里面。以上就大功告成啦。好，再来是游戏的设定。假设你像我一样年纪有点偏大了，就算把画面放到最大，你还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小。如果是在主军营，它就是一样这个大小，在战斗回合的时候会好一点点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比较大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有点小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设定，让我们的游戏画面变得大一点。你可以在桌面右键，然后点显示设定，接着在显示器的这个页面往下拉，下面有一个缩放与配置。像我的话会把比例把它拉到 175% 最大。紧接着我们再打开游戏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长得比较大了。然后我们到军营里面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是到战斗的画面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2个画面的大小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也太大的话，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稍微改小一点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建议设置跟介绍。所以上述影片提到的连结我等一下都会放在说明栏中。如果说你的设定跟我一样相同的，还是不能玩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做留言，我们大家互相交流帮助一下。等其他人看有没有之前跟你设定一样相同，但是他现在能够玩了，请他来教教我们。这一支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有空，除了玩曹操传之外，也可以一起来看我的直播。我会把这款游戏先玩到蓝色幻想线的破关，后面再讨论要不要玩其他的路线，或者是玩其他曹操传别人制作的 mod 版本，例如说姜维传之前蛮多人推荐的。希望大家都能在曹操传这款游戏上玩得很开心。之后我会再做一次影片，是有关目前我在使用的修改器，也就是扳手它的使用设定，还有这个版本作者他有新增一些游戏的设定，然后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做介绍，让大家能够比较方便的理解。我们就下支影片或者是直播见啦，大家拜拜。